好烫啊！见了哥哥自然烫，哥哥再碰就更烫了。生了病，嘴巴还这么不老实。我说什么了吗？我老实得很。哥哥，别担心了，一点小事，我爱。那你好好休息吧，这几天我就在这里陪着你，等你好了。哥哥不上台来陪我吗？一上台还下得来吗？这几天就别想休息了。啊，不了，我三郎太过操劳了。哪里？若是哥哥，三郎怎惧操劳？哪里？若是哥哥，三郎怎惧操劳？唉，三郎，看字帖，不是看我。唉，哥哥，实不相瞒，我一瞧见这玩意儿就头疼。但是哥哥写的，又舍不得不看。我这病说不定就是这字帖看多了得的。哪有这种病啊？不如看哥哥，哥哥比字帖好看多了，说不定多看2眼我就好了。你现在怎么越来越爱乱讲了？嘴上没个正形。好啦，知道啦，听你的，不看字帖了。那做什么呢？其实什么也不用做，你这样陪着我，用不了多久我就会好了。这是我今天收来的人家不要的旧书，正准备读读看。我念故事给你听吧。不听。为什么？反正编排来编排去的都是别的神官的故事，他们那点陈芝麻烂谷子的破事儿到底怎么回事，我一清二楚，有什么好听的？还要劳哥哥特地念给我听。哥哥真要念，不如念点别的，比如你自己的故事。我的事，还有人比你更清楚，看得更多吗？再多告诉我一些吧，我想听，听多少都不够。哎，三郎，这里面好像真的写了你和我啊。是吗？真的，写了好多红衣大鬼王和破烂仙人呢。啊，写的什么？很久很久以前，有一只爱穿红衣的大鬼王。虽然大鬼王极为厉害，还坐拥几座金山银山，但他却很不快乐，因为他十分寂寞，很想念自己的妻子。寂寞鬼王空巢带吗？也没说错。那时候哥哥不在，我是很寂寞。很久很久以前，有一只爱穿红衣的大鬼王。虽然大鬼王极为厉害，还坐拥了几座金山银山，有花不完的钱，但他却很不快乐，因为他十分寂寞，
很想念自己的妻子，但他等了几百年，也没有等到他的心爱之人，于是便去请教一位算命十分厉害的老先生。